出现一个 super bug 的时候，那对人类的影响和破坏将会是远远的超出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，那就不是隔离封城那么简单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然飘哥。上一集我们讨论了疫情的疯狂反扑，就在我们的视频播出之后，短短2天之内，很多的国家，主要是欧洲，都因为疫情的第二波来势凶猛，纷纷宣布了更严厉的封锁措施。有的小伙伴说，美国的疫情没有第二波，就是一波主升浪，从来没有减过。是啊，看看他们大选期间成千上万的集会也好，暴动也罢，都没有口罩什么事儿，全世界的小伙伴们替他们着急。集会中的人们没有意识到疫情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，而且改变的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厉害。截至视频录制时，美国的大选结果正在朝着上一期咱们的剧本方向发展，如最高法院裁决，这就意味着有变数和需要时间，而这就会导致人们的集会更多，从而呢使疫情传播的更广。这正是验证了 no 作 no die， 直到真正的意识到了疫情的厉害之后，这些作的人们才会产生敬畏。这需要教训，需要时间。而随着疫情的过去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彻底的改变了。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疫情之后的生活，在这凌乱的空气中偷闲展望一下后疫情时代。首先我们看一下信任危机，这个咱们之前曾经提及过。自从疫情爆发以来，不论是主流媒体、权威机构，又或者是医疗卫生组织，都出现了前后矛盾、出尔反尔这种现象。而这个现象几乎发生在每个国家、每个地区。同时，又由于公众网络媒体的便捷性，真真假假、相互矛盾的消息和谣言，一瞬间就可以满天飞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infodemic， 也就是说信息流行病的现象。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形形色色的阴谋论，充斥着社交媒体。而由于社会活动的减少，人们失去了跟亲朋好友的讨论及倾诉的机会，又进一步的加重了人们的焦虑，于是就落下了信任危机这个后遗症。在美国这次世纪大选当中，这种信任危机就进一步的加剧，如口罩风暴、种族问题、选票机制等等。那么我们下面就聊一聊 COVID Generation 新冠后一代。疫情下长大的一代，我们就暂且称之为 COVID Generation， 也叫新冠后。就像是00后一样，他们在居家隔离封城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，除了父母家长之外，他们接触到的社会很有限，而由于上面提到的信任危机，导致他们趋向于减少跟人类社会的接触，封闭、自闭、胆怯、幻想就成了他们的特质。而这种特质让他们更愿意走进虚拟的空间，在那里让他们感到更安全。比如00后沉溺于游戏一样，新冠后将沉溺于虚拟。他们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外星人小灰人的影子，不吃不睡不锻炼，就是长大脑。可见正是疫情促使了人类更快速地走入虚拟的未来世界。再说一下低出生率的丁克时代这个特点。有个笑话大家可能都听过，孩子放学后回去问爸爸说，为啥我们班里的同学都是同岁呢？这个故事想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？是2020年由于疫情大家都在家造人玩，所以呢孩子都是同一年出生的。但是其实呢，如果有这样一个孩子，
他也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相反，他会问爸爸，怎么我们班就我一个人？他爸爸会说，就你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意外。也就是说2020根本没造出下一代来，因为由于疫情的影响，有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女性怀孕比率急剧下降，婚礼推迟，对病毒的恐惧，害怕免疫力下降，不敢出门看医生，所以女同胞没有怀孕计划。而新成长起来的千禧年一代和即将成长起来的新冠后一代，当他们沉溺于网络的数字虚拟世界时，连谈恋爱都在网上进行了，造人这种任务可能对他们来讲又是太麻烦了。要知道，想要带领人类移民火星的钢铁侠马斯克就是嫌造人太麻烦，直接采用试管婴儿技术。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付得起试管婴儿的，所以丁克一族会大量涌现。我们再谈一下经济格局重组。很多人担心这次疫情会不会直接把我们人类社会带进了世界末日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末日论总是存在的，但在末日到来之前，人类不会有感觉，也没有选择，只有向前看，向前走。那就是在被疫情打击后重启经济，而经济的重启不会百废俱兴，而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就是所谓的 K 型反转。意思是说，经济在经历了重创之后，有些会反转向上，逐渐的恢复并腾飞，就是 K 字的上面这一条线。但是也有些传统的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而一蹶不振，从此呢就大江东流去，再也不复返了，变成了 K 字的下面这条线。比如我们之前的视频曾经提到过的女品优或者是办公楼等，很多都永久性的关门了。而新兴的网络办公、人工智能、远程控制、无人操作技术等等，趁着疫情之机，反而呢加速超车。疫情后的世界很难想象谁还可以生活在没有网络、不使用数字设备的状态。就比如现在一位做保险经纪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们现在换成了在家办公之后，他每天要帮助至少1到2位80岁左右的老人来 set up Zoom meeting program， 也就是说来帮助他们来设置这个网络的会议。他们目前的保险产品都需要进行间断性的这种和客户的这种互动，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没有办法 set up 这种网络 meeting 的话呢，才会去上门服务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想一想，你在的行业是在 K 型反转的哪个方向上？我们再谈一下贫富差距拉大。疫情期间，由于经济停滞而造成的大量的失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关闭，使社会的财富的分配更加的不公，富人更富，穷人更穷。我们都知道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个28定律，这个定律是19世纪就被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巴莱多发现的，就是社会上20%的人占有80%的社会财富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生活，大部分的财富总是流向少数人手里。根据福布斯2019年底的统计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排名如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世界首富Amazon 的贝佐斯比第2名高出了40%，比第10名高出了1倍还多。那么再看看经过疫情的洗劫和股市的跌宕起伏之后，全球经济一片惨淡的情况下，好家伙，贝佐斯的资产从疫情前的131个 billion 一跃而攀升到200个 billion。 都说在北美啊，一个男人如果他要想破产，那就离婚吧。可是你看看人家贝佐斯，离婚之后不仅照样稳坐世界首富，比第10名高出了近10倍。那和所有的劳苦大众比，那就是地球
和火星的距离了。都是生活在地球上，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看热闹的同时，贝佐斯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：危机就是最大的时机。我们再谈一下末日预言 Superbug。 前面说到，后疫情时代是一个数字时代，我们到时候可能会真的生活在虚拟世界中，而把目前的这个真实的物质的世界当做一个载体。就像是有一种学术的说法，人类其实就是基因的载体一样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为基因的发展和变异提供条件。这就是根据维若妮卡·罗斯所著的小说《分歧者》改编后所拍的电影《The Divergent》一样的基本原理。有时间呢，我们专门开一局介绍这个影片。再说玛雅预言，玛雅历从2012年开始新纪元，认为2012年之后出生的人就是新人类，而这一代人刚好就是我们讲的 COVID generation 新冠后一代。或许他们正是分歧者中所讲的被实验的人类，而如索尼公司宣布的下一代的 PS5 给这种虚拟实验变成了现实提供了更逼真的条件。疫情改变了人类的发展，病毒总是给人以神秘感，正如咱们以前提到的病毒进化论，是病毒使物种包括人类在内产生了快速的进化，而不是进化论的优胜劣汰。也有人称病毒就是神的调节器，是神指引的方向。比如说，是否可以理解为神通过病毒的指引，是让人类不再拥抱，不再握手，不再舔墙，不再 party， 不再交往，不再亲近，那么人们的隔离就会出现常态化，而这正是虚拟世界所需要的常态化。再继续的脑洞一下，印度神童阿比亚预言，下一个人类的危机可能会来自一个叫做 Superbug 的一种 bug。 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平时我们提到 bug 的时候都是哪些情况呢？是不是在指你的电脑程序或者手机使用当中呢出现了一个 bug？ 如果这样联想下去的话，就是非常的恐怖了。当有一天我们赖以生活的在其中的虚拟世界中出现一个 Superbug 的时候，那对人类的影响和破坏将会是远远的超出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，那就不是隔离封城那么简单了。 Superbug 破坏的将是人类真正的赖以生存的虚拟世界，那或许是世界的本真。就像是刚刚提到的伊隆马斯克他所说的，我们 99% 是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当中，而当虚拟的本真被破坏的那一天，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。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，不要忘了点击订阅。有时间呢我们会讲世界是虚拟的脑洞。这一期我们暂定虚字诀，不同意的请举手。独在异乡为一课，每逢孤独看彪哥。 Peace out。 让他配配这个咱们之前曾经提过，这就是根据维诺尼亚